嘿，大家伙儿早喽！3月29号星期三了，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昨天跑了27公里呢，还行。其实除了比赛以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跑这个距离了。今天虽然是第2个训练日，但是我把阿尔法 fly 穿上了。今天跑个小课表，2分钟快，1分钟慢，跑10组。降低了一些，之前这个课表我是跑15组，因为昨天跑了相对长一点的距离，热身15分钟，还有5分钟不到吧。昨天拍这一片樱花还是挺好看的啊。我打算弄一辆小自行车，这样去哪儿都比较方便。今天要把这背心穿上了，虽然气温不高，但是真的是那个春天的感觉了。昨天穿有袖的，跑到后边特别热。像这种课表的安排，就基本上都是追随自己的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我从来没有过说安排1周或者安排1个月那种。但是呢，比方说上个周期减量或者减强度，那这个周期呢稍微加一些。而且你如果上个周期减了，这个周期没有那么累，你也就愿意加一些。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还有4分钟，热身就结束了。我觉得不管冬天夏天吧，热身至少得2公里。今天还聊比赛吧，因为最近比赛太多了，有一些小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先练，看看今天这双鞋速度训练表现怎么样，但愿不要有很严重的磨脚。那咱一会儿聊啊，加油干！刚跑完第9组啊，还有最后一组，大概还有20多秒。2分钟快的这种就不会像1分钟那样冲到那个程度，就比马拉松目标配速快一点点就行了。哎，走。最后一组逆风啊！前面这人刚跑完间歇，我看他换的衣裳。还有20来秒。哈，325的配速完成最后一组。前面几组都是335到340，
像这个配速的制定，就是你马拉松可以跑的最好成绩为目标。比方说，对我来说，可能最理想的情况下，3分46的配速，马拉松全程。之后呢，快10秒左右，最后一组要冲起来，最后一组一定不能掉下去，就最后一组要比前面的快，甚至最后2组都比前面的快。这是跑间歇和跑变速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要越来越顶，不能越来越泄气。刚才那小伙就是跟他们一起跑的训练，已经跑完了，现在在慢跑中。我老能看见这个跑团穿一样的衣服。行，咱们聊聊比赛的事儿。接着，有一些可能会被忽略的小细节。你超过他说。就是第一个防磨膏都涂哪儿？第一个就是磨裆，这显而易见的。磨裆这事儿你忍不了，真的很难的。就一旦磨破，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那儿就会更加的容易磨。然后腋下还有这个大臂内侧，这个不怕多。你们看，有的非洲运动员比较明显啊，抹那种白颜色的凡士林，整个都是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肩膀，如果你穿这种精塑背心儿，肩膀也抹一下。还有一个可能不是太文雅，就是臀部，就是缝隙处，尤其是您如果比较胖，然后又穿压缩裤的话，那当时可能不疼，但是你跑完以后，你回去一洗可能会疼。然后就是比赛当天会跟训练不一样，首先就是你要面对上卫生间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小伙伴出门就训练，就像我一样，都是在家上完最后一次卫生间就出门了，准备的会非常充分，对吧？但是比赛不行，你不可能说卡住了那个发枪的时间从卫生间出来，因为都得排队啊，对吧？这个事儿没办法。我的经验就是，而且也是我的教训，就比赛前的1-2周就调整一下，适应一下。然后还有个办法，之前视频里也说过，你带一个，就男性啊，这个只能是，你要是穿那种不透明的保暖雨衣，然后你带个口大一点的饮料瓶，是可以解决的。这个，但是一般爱好者不建议，因为毕竟不是那么的文明。虽然你拧上口丢到垃圾里，但是你要说这场我要冲成绩，我要去全力以赴，精英，可以的，真的可以的。因为之前我也很早一期说过，马拉松比赛就是给参赛者冲成绩的，它不是个娱乐项目。所以你对比赛最好的尊重，就是在比赛场上努力的跑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而不是说我要找垃圾桶，我要怎么样。我说的是在赛道上啊，你只要不是故意的、很过分的，就我觉得都可以。个人观点。这是第二个问题，上厕所。而且上厕所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提到过咖啡因，对吧？而且我相信有小伙伴可能赛前会吃电解质胶囊或者盐丸，这些都会改变你去卫生间的习惯和感觉。尤其是咖啡因，咖啡因很利尿的。你要是平常本来喝的少的话，一定要小心。
之后就是我有个经验，如果不是冷到不行，最好不要戴手套，因为你会有打不开能量胶、撕不开电解质胶囊的袋子，甚至取水都不舒服，而且如果取水弄湿了会很难受。你看去年北京马拉松那么冷，我也没戴。其实我是准备了，当时想的是可戴可不戴，后来一是决定不戴，二是存包的时候我忘了，这手套在兜里，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存包的时候一定得想清楚了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东西再存。还有就是赛前了，赛前最主要的就是吃，因为无论你怎么准备，你赛前的饮食肯定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种饮食最好提前试一试，而且最重要的赛前2天千万别使劲吃，最好就是吃能量密度高的，比方精致碳水，还有蔬菜，配一些高纤维的蔬菜，前2天就行了。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能量充盈了，但是肚子里还有空间，这是最好的状态。否则的话，尤其是赛前那天晚上你要吃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是又没劲儿又不饿。因为能量其实你再怎么吃，你也不可能储存太多，因为你那瓶子就那么大，对不对？但是消化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你又不可能说一晚上就全能排空，所以应该把你消化和吸收的宝贵的这个高峰期和时间留给赛前那天早晨。赛前那天早上起来你应该是比较饿的状态，但是呢还有劲儿，然后吃早饭，就任何高纤维的东西都不要吃了，任何能量密度低的也不要吃了。咱们先不说像豆浆这种会不会造成胀气，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了，千万别浪费肚子。我的建议就是白吐司、香蕉、果酱、蜂蜜，或者是馒头、面条、白米饭。像麦片这种东西就不要喝了，吃到什么程度也别使劲吃到饱，也是吃到个6、7成饱就足够了，就是还想吃这个状态，这个能量基本上已经够了。如果你吃我说这些东西，到赛场起跑的时候，身体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个微微的有些饿，微微的有些渴。这个不好做到的，因为赛前你要保证身体是一个水和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在赛前把吃的喝的都吸收到肉里头，别让它在肚子里头，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然后上了赛场，你到5公里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补给了。否则的话，你这一场补给下来，你会觉得越跑越撑，真的不开玩笑的。就是那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呢？你有失水，就是你的身体里边、细胞里边失去了太多的水，但是呢，你肚子里也有好多水还没吸收进去，就特别尴尬。你就得把你的宝贵的胃留给消化赛道上的东西，把小肠宝贵的吸收的这个环节留给赛道上。像如果是为了冲成绩，东京马拉松我肯定是不会在赛道上吃他给他吃的的。吃了一个那大的那种果冻似的能量胶，吃了得有好几块那羊羹，栗子羊羹，那到最后我就有点撑。但是那些东西并不能让你有更多的能量的，所以赛道上的补给一定要高密度。然后就是赛道上千万别较劲，
前几公里的身体状态比较的重要，自己注意一下。你从起跑就刻意的让自己放松，尤其是肩膀和脖子，形成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后边不用再仔细故意提醒自己放松，也基本上能放松下来。3月29号星期三清晨7点25，训练结束啊，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0，平均配速4分16，平均心率152，平均步频201，功率224。但是今天还是一个强度课表，变速跑，所以看平均呢可能意义不大。今天的课表是15分钟的热身，然后之后2分钟快，1分钟慢10组，然后15分钟冷身。这组跑完之后呢，又凑了一个21公里回家，就结束。今天穿的这个2代的 Alpha Fly， 这双鞋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跑快的时候是一个跟跑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跑快的时候，因为相对的更加前脚掌着地和发力，就感觉不到足弓那块的特别顶的那个感觉了，反而呢感觉比较的跟脚比较的舒服，这个是真实的感受。这我穿了这么长时间这双鞋了，没有跑到过这个配速，所以没有试过。在快跑的这几组，包括训练课表结束，都没有任何的磨脚的感觉，反而是最后凑公里数的时候的这个匀速跑，一旦匀速跑可能会更多的全脚掌着地，这个时候足弓的这个过顶就表现出来了，再加上足弓不够高，不像非洲人和欧洲人，所以呢，反而最后几公里，最后2、3公里有一点点磨脚的感觉，但是并没有磨出泡，就稍微有一点点疼，这感觉不错，等于解锁了这双鞋的奥义。所以我现在的觉得就是，如果全力以赴冲成绩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可能会试试这双鞋。这双鞋比较适合全力以赴的去冲。所以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的男性啊马拉松配速能够在3分50甚至以内，或者3分55以内吧，如果你全力以赴的比赛，可以试试这双鞋，并没有那么的可怕。不过还是比较期待3代的 Vaporfly， 看看什么时候普通颜色上市吧，在这边。行，今天跟大家伙分享比赛中的一些琐碎的小细节，都是，虽然我跑的比赛不多吧，但是都是我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大家在这春季整个这一个赛季能跑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愉快，好吗？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加油干，明儿见。